你是何人？你能把我拉上去再说吗？你中毒了。如果我空间还在的话，里面的药或许还能救他。太好了，我的空间也一起穿越过来了。看在你救我一场的份上，给你一颗解毒药丸，我们扯平了。主子不可，孙神医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不知你家主子可否有命的？一盏茶后，你家主子就会毒入五脏六腑，七窍流血而亡。你能看出我中了毒啊？你看起来应该是从小就被人下毒，至于是何毒，我需把脉才可得知。那便劳烦姑娘了。怎么样？从脉象上看，他应该是从出生到14岁时被下了20多种毒，只是恐怕是活不过今晚了。主子，哎，你别着急哭啊，有我在，他死不了。你只要把我刚才给你的解毒药吃了，保你半年无事。你再给我一个你的联系方式，半个月后我再找你，给你彻底解毒。不必了，到时候我自会来找你。还有，我叫叶离绝。叶离绝，这什么奇怪的名字啊？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公主，你放心吧，你的仇我会替你报，你的娘亲我也会替你好好保护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到了。感谢相送，后会有期。大师说极阴之地出入坟墓的女子能救我命，这个奇怪的女人会是我等了18年命中注定的贵人。姐姐，如今你唯一的女儿死了，不如你随你女儿去了，成全我做独一无二的丞相夫人吧。娘，你可是官家千金，丞相夫人的位置本该就是你的。她一个商户女，要不是有点臭钱，爹爹早就把她休了。是啊，夫人，你还为老爷生下了大公子，他唯一所出的大小姐今日已下葬，一个商户女根本没资格当咱们丞相府的大夫人。那个小贱人终于死了，以后我就是丞相府唯一的嫡小姐了，三皇子的婚约也是我的了。那婚约明明是莲儿的，要不是司天监的陈大人给那个小贱人批了个凤女之相，她一个病秧子也配当三皇子妃？结果呢，竟然连吉吉都没活到。想必那位陈大人60多岁，老糊涂了吧？这么磨磨唧唧的干什么？是想让我动手？你去帮帮他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说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死！你死的时候你也是这么疼吗？我现在就来陪你。是这儿没错。奇怪，怎么连个守夜的丫鬟都没有啊？住手！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你没事吧？
娘儿，娘又看到你了。娘今天已经出现很多次幻觉了。你是人还是鬼啊？哼，鬼是凉的，人是热的。二夫人，你摸摸，看我是热的还是凉的？娘，二夫人，娘，没用的东西。二夫人，娘。哇！鬼啊！夫人，二夫人，醒醒！小姐，等等我！什么味道？有没有搞错呀？居然烧银票！娘儿啊，那是娘为你烧的10几万两银票，别急，等娘一会儿。娘身上还带着30万两，这些银子够咱娘儿俩在阴曹地府花一段时间了。一言不合就烧银票，我娘竟是首富呀！哎娘，真的是燕儿回来了，你看看，我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你幻觉的。脸是温热的，衣服也是我精心挑选的浮光锦，没错，是我的燕儿。原主的娘亲也太瘦弱了吧，怎么连个照顾的丫鬟都没有？看样子只能先把原主的娘亲带走，再跟这群人好好教训教训。娘，爹纵容小妾如此害我们，你想不想跟爹和离？娘不和离，燕儿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娘，他都这样对你了，难不成你对他还有什么期许？年轻时他曾许诺只娶我一个人，但当他要娶平妻时，我的心早就死了。若没有你，娘早就坚持不下去了。但是燕儿，只要娘活着一日，真相府嫡千金就是你啊！原来他这么忍让都是为了原主，看来想要他和离，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，解开封建的婚姻枷锁，还得从我这里下一剂猛药。王爷，属下已经查出那位姑娘是穆丞相的千金，之前一直缠绵病榻，很少出现在人间。哼，她竟是个病秧子，倒是没看出来。听说穆姑娘和三皇子自小有婚约，但穆丞相称这位姑娘病逝，请求皇后将她和三皇子的婚约换成了二小姐穆淑雪与三皇子。大约明日，皇上就会颁布圣旨。或许明日该去幕府看出好戏了。王爷什么时候也这么爱窥人八卦了？看来王爷对这个穆姑娘不一般。王爷，那个穆姑娘是有点与众不同。老爷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大小姐肯定是昨晚回来的太晚了，没有通报，才让我们昨晚受了惊吓。哼，我看这个逆女就是故意的。穆风言，给我滚出来！渣爹，来得正好。你这个大夫人是怎么当的？女儿回来也不通知我，搞得全府上下人心惶惶。老爷，您消消气，姐姐肯定是看到大小姐回来，一时高兴给忘记了。一股子绿茶味儿。现在我爹和我娘说话，哪有你小妾插嘴的份儿？你说谁是小妾？我娘亲可是平妻，和你娘的地位一样。平妻？整个紫圣国只有穆丞相家里有独一份的平妻，
你们知道外面人是怎么嘲笑丞相府的吗？说丞相大人把养在外面的小妾接回家，还抬成了平妻。其实啊，只不过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官家庶女罢了。你反了你了！敢跟我这样说话！有趣。你怎么这么用力打嫣儿？她可是你的女儿啊！我力气什么时候这么大？而且我刚刚明明就能伤害。相爷，宫里传旨的公务到了。我接完圣旨，再找你们算账。穆书学抢了我的婚约，这应该就是他们赐婚的圣旨吧？排得正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幕府穆丞相二女穆书雪，贤良淑德，品貌出众，与三皇子乃良缘天作，故幕府二女穆书雪许配三皇子为妃，待及笄即可完成大婚。钦此。谢主隆恩。那明明是嫣儿的婚约。穆丞相，赶快接旨吧，咱家还要回去伺候皇上呢。好，王公公，辛苦你了。二小姐果然气度不凡，容貌绝艳，这一整院的人呐，咱家一眼就认出了你，恭喜呀，二小姐。王公公，我是幕府的大小姐穆凤嫣。什么？你就是死而复生，被司天监逼为入关不详的幕府大小姐？是啊。王公公，穆丞相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那王公公慢走。穆生明，嫣儿根本就没有死，你怎么能把嫣儿的婚事给别人？哼，姐姐，刚才王公公可是说了，司天监给嫣儿批了入关不详的命，只此一点，嫣儿就不可能是三皇子妃。我家嫣儿明明是凤女之命。是啊，原本是凤女，只可惜啊，死过一次，就是不祥之兆了。老爷，方才姐姐说子慎国没有平妻这一说法，我就是个妾室。可是舒雪马上就要嫁给三皇子呢，哪有皇子妃是庶出的道理啊？那你的意思是，能否暂时委屈一下姐姐，给我腾个位置，等舒雪三皇子妃的位置坐稳，我再还给姐姐也不迟啊。说得好，就这么办。等我还，下辈子。穆生明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要贬斥为妾啊？姐姐，士农工商，你一个商户女，本就不应该是丞相夫人的。这些年，你害得老爷被童谣嘲笑，你早就该自清让位了。呸！我娘才是明媒正娶，凭什么给你腾位子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穆生明，你家境贫寒，没有钱读书，是我寒着供你读书考取功名，你入了官场，是我拿钱给你打点上风，嫁给你后，整个幕府的银银花销都是我出钱，你们趴在我身上吸我的血吃我的肉，现在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什么你的钱？你嫁给老爷，你的钱那都是老爷的。还有，若非老爷人中龙凤，你们韩家又岂会供老爷读书的？不过是商人逐利，提早投资罢了。还是二夫人说的对呀。雨蓉啊，我没想到你现在竟变得这么市侩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哼，真是软饭硬吃，连吃带拿的，就该让老天爷下一道雷，把你们这群不要脸的人都劈死。姐姐，你以前知书达理，现在怎么敢跟父亲这么说话？莫不是被那妖孽附了体，这才死而复生，所以才被司天监批了个入关不详的命？
你才是妖孽的你！苏雪说的对，一个被妖孽附身的不祥之人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。来人呐，给我把这个孽女乱棍打死！是。能不能让娘成功摆脱这些吸血鬼，就看现在了。娘，救命！救我娘！放开叶乐儿！走开！穆少明，我要和你和丽。燕儿别怕，只要娘亲在，谁都动不了你。对不起了，娘亲。为了让你彻底对这个渣爹死心，我必须用上苦肉计。哼，姐姐，你可别冲动啊！和离了，你还能去哪呢？你敢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吗？这些年，我对你一忍再忍，不仅补贴银子、应付同僚，甚至允许一个外室庶女进门当平妻。可燕儿死而复生回来，你没有问过一句就算了，竟然还要打死她！从你动手的这一刻起，我们夫妻缘分已尽。好，好，好，要你可以，但要看看没有我穆圣灵，你们怎么在外面立足？丞相大人，那就不劳您操心了。燕儿，走，我们这就回去收拾东西离开。慢着，既然姐姐一心想离开，那我便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收拾东西。我们丞相府下人不得插手。1炷香时间，我们母女2人能搬走什么？我管你能搬走什么，既然都要和离了，就别赖着府上，赶紧走人。搬不走的，哼，那就都是老爷的了。还是二夫人你说的不错。从前我想在官场上打点什么，你总是推三阻四，问东问西，日后这些东西自然我想怎么用便怎么花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无事，娘儿，钱没了，我们还能再挣。娘儿，我们走。王爷，这个穆小姐可真有意思。为了让她娘下定决心离开穆府，真是绞尽脑汁。所以你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给穆小姐准备马车？是。哇，这么多金银珠宝，这些咱们都搬不走。不过没事，娘有的是银子，回头娘再给你买更好的。娘，娘，我有东西落屋子里了，要不你在门口等我一下吧？去吧，不用着急。看了一路戏了，可是看开心了。没想到你竟然还有偷窥官员家宅的时候。马车已备好，祝穆小姐心想事成。哇，这么多好东西，才不要给那个渣爹和二夫人留下。想赖下我娘的嫁妆，做梦！哇，这床是金丝楠木的吧？这棵树应该有100年的历史了吧？娘亲当初可是花了大价钱挖过来的，想欺负我娘，我连棵树都不给你留。娘亲，他们不会把财产都卷走了吧？1炷香的时间，就凭他们俩，难道还能把院子搬空不成？走。哎呀，韩雨柔，你就带这么点东西走吗？那剩下的那些东西就都是丞相府的了。我就当是扶贫了。燕儿，我们走。哎，娘亲，你看到了吧？他们估计除了银票，什么都带不走。我早就见过他的库房，光是银子就好几箱，足够我们这几辈子挥霍的了。对，还有这金雅苑，当初打造的时候花了很多钱，
听说院子里那棵老树就花了上万银两购置的。娘亲，我们以后就搬到这个院子里来住。好，韩雨柔，以后你所有的荣华富贵都是我的了。去把老爷给我叫过来！娘，我的银子没了！娘，怎么了，二夫人？你这怎么了？老爷！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珠宝了！老爷，我的珠宝了！满院子空荡荡的，分明是他们母女俩早有预谋，早就把东西搬空了，找了个借口离开丞相府的。容一向温顺了。对呀，一定是那孽女干的事儿。就是韩雨柔指使。闭嘴！还正家都被搬空了，还正，我的珠宝啊！嫣儿，这地方比不上丞相府，是娘没用，没了丞相府嫡女的身份，娘怕你会被人欺负。娘，你不要自责，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住着很舒服。至于被欺负，只要我们母女齐心，定能断尽。好，莫小姐，在下先走了。清风，今天就多谢你家主子了。王爷，穆小姐和穆夫人安全抵达别院，不过穆夫人担心穆小姐失去了丞相府嫡女的身份，会被欺负。哼，欺负？有本王在，敢伤她分毫者，本王让她生不如死。不过是一个身份而已，本王会给她一个更尊贵。老爷，先前府中的一切都是姐姐打点的，如今竟不声不响的搬空了静雅院，这分明就是没有将老爷您放在眼里啊！老爷，翠红院的王妈妈来了。哼，一个妓院的老鸨子，来我丞相府干什么？说是来找您前些日子刮的账。去！哼，你怎么当的家？竟然还没给人结账！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给王妈妈把银子结清了。这府里没有银子，我也没办法呀，总不能凭空变出来吧？哼！老爷，我记得姐姐名下有间酒楼，生意还不错。若不是靠着咱们丞相府的名头，大夫人一介女流，怎么可能开得成酒楼？这些本该就是爹爹的。言之有理。来啊，赶紧备车，跟我去别院，把酒楼押回来。韩玉柔，你以为你提前搬空了丞相府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？我要你一件件给我吐出来。这个放这边，这个花给我移过来一点。啊，这不就是真人版的花田小院装扮游戏吗？在古代，当个有钱人可真爽啊！快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给我敲门！哟，什么风把你们三个活宝吹来了？我还没找他们算账，他们倒是自己找上门。是嫣儿，你娘呢？要她来和我说话。少给我装腔作势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哎呦，你姐姐，你才离府多久，竟变得如此粗鄙？要钱就要钱，在这里贬低我女儿做什么？娘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来要钱的？
每月这个日子都是翠红院妈妈要账的日子。现在我们离开了，这丞相府没钱结账。原来大夫人什么都知道，难不成是故意带走全部银两，让爹爹颜面尽失？姐姐，你在这里过得倒是奢华滋润，有老爷在府里被人催债。韩玉荣，如果你还想在大夫人这个位置上继续待着，就立马把名下那些酒楼给我。娘，他们这是让你跪着给他们办事呢，你可千万别答应给。放心，娘都知道，我和你都要和离了，丞相府的一切以后都与我和燕儿无关。老爷还没在和离书上签字，你就还是丞相府的人，你的东西就都是老爷的。就是，即便你要和离，也得把属于爹爹的酒楼交出来。城墙再厚，都不及你们3个人的脸皮厚。哼，大小姐，女子出嫁从夫，在家从父，如今已经没有了婚约，一切可都是由老爷说了算。以前你是未来三皇子妃，爹爹才对你百般容忍，可如今没有三皇子给你撑腰了，我劝你说话还是注意点分寸。你，哼，这退婚可是女子的奇耻大辱，我要是大小姐，怕是都要上吊自缢了，哪还有脸活着？燕儿，你和三皇子没有缘分，以后娘给你找个更舒心的。他一个被三皇子退婚的人，谁还敢要他？姐姐，我劝你还是乖乖的给老爷服软，以后还能让老爷帮大小姐找个落魄书生给嫁了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穆家之女穆凤嫣，聪慧善良，娴熟大方，特赐婚摄政王为正妃，钦此。谢主人啊！穆大小姐，接旨吧。万恶的封建社会！我才刚刚恢复点自由身，现在又来个什么摄政王赐婚，这谁知道摄政王是圆的还是扁的？万一是个糟老头子！难怪姐姐和大小姐如此嚣张，怕是一早就搭上摄政王这条大船了，所以看不上我们丞相府了。哼！别以为有了你和摄政王这门婚事就翅膀硬了。你要不是我女儿，皇上只会将你赐婚于摄政王。姐姐，还不快把金银珠宝和酒楼一并交出来！没有相府做后盾，你再多的钱财也没有用。哼，说的跟我娘从前出钱又出力的时候，你们管过我们死活一样。娘，你可千万别忘了先前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，这钱不能给。哎呀，你跟孩子一样，满身铜臭。本相给你的是地位，如果没有相府大小姐的地位，你看摄政王会不会来迎娶你？来人，给我收酒楼的器物和银子，收的什么都给我带回去。想抢我娘东西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末将奉摄政王之命，特向穆大小姐送来聘礼。这是百年老参。爹，这是南海夜明珠啊！摄政王准备的聘礼送到了别院，那他早就知道我们燕儿在别院，说明他看中的就是我们燕儿。老爷，这下我们相府不就有钱了？这可是满满的10箱珍宝啊！相爷，我等奉我家王爷之命，先给穆大小姐送一部分彩礼。多谢摄政王如此看得起我们相府。来人啊，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拉到丞相府去。哎呀，回家你自己分派。是啊，老爷。
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你们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。燕儿，现在有外人在，你就不要闹了。我看丞相大人好像是没听清楚，你再给他重复一遍，这些东西到底是给谁的？回穆大小姐，这是我们家王爷给你准备的一部分聘礼，剩下的王爷还在准备。丞相大人，听清楚了吧？这些东西是给我穆凤烟的。来人，给我搬进去！你敢！娘，你快点阻止啊！爹，老爷，穆凤烟，你敢？怎么，有意见啊？有意见的话，找摄政王说去啊！王爷的人还在这里，不遗漏得太大，我看还是改日再来。回府。摄政王有请。娘，莫不是摄政王知道穆凤烟的行为，来安慰爹爹的？相爷身为百官之首，摄政王定是要笼络的。摄政王啊，对本官向来还是很尊重的。下官拜见摄政王，不知摄政王有何吩咐？穆丞相身为百官之首，当为群臣表率，今日竟欲夺妻女嫁给，此等行为不仅失了为臣之道，更枉为人伦道德。本王着你亲笔书写检讨一篇，送到本王府上。是。连亲女儿嫁妆都敢抢，还是不是男人？还当朝丞相呢，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。呸！真给祖上丢人啊！回府，回府。二小姐，你的脸，二小姐的脸怎么了？娘，我的脸！娘，你的脸也肿了！爹爹，我的脸好痒，女儿还要嫁给三皇子，我能毁容啊！爹爹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请大夫！是，相爷，一定是大小姐干的。他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就连相府也没出去过几回，他哪有那么大本事给你们下毒啊？相爷，下毒！本相还有事儿，先离开了。爹爹，老爷，娘，爹爹嫌弃我们，他肯定去赵姨娘那边了。雪儿，遇到事情要忍，别怕，娘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。糟了，本相怎么不能人道了？不能人道的药下完了，这渣爹应该有反应了吧？有意见的话，找摄政王说去啊。嫣儿，嫣儿，啊，娘，嫣儿，你老实告诉娘，你是不是认识摄政王？不认识啊，怎么了？那皇上怎么会给你和摄政王赐婚？我也不知道呀。他们不是说我死而复生，被视为煞星吗？他们不会想让我克死摄政王吧？别乱说。摄政王送如此厚重的聘礼，娘要不要还回去？哎，娘，你先别着急还回去啊。既然摄政王敢送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天色不早了，娘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说的也是，娘回房清点一下珍宝，咱们啊得回双倍嫁妆。哎，娘。谁？没想到你竟如此警觉啊！这么晚，
你夜闯女子闺阁，不妥当吧？我只是路过丞相府，看见二小姐和二夫人的脸肿如猪头，而丞相大人更是深夜召集名医，此事不能人道。最后还是将府内小妾全发卖了，才还了债款。我觉得甚是有趣，迫不及待来与穆大小姐分享。你看到了？嗯。哦，对了，你这么喜欢窥探官员隐私，我给你打听个人呗。谁喜欢？算了，你想打听谁？你可认识摄政王？略有耳闻，不知穆大小姐想知道些什么？我听说这个摄政王冷血无情，杀人不眨眼，他是不是长得很丑啊？你胡说什么？你激动什么？这摄政王要是这么好，怎么可能这么久没娶妻？他肯定有问题。你这么为他说话，你们认识？我当然认识，因为我……你脸怎么这么红？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算了，这大半夜提早老头子确实晦气。既然你来都来了，正好我给你把把脉，看看你身体如何。你最近没有吃那些害人的药，身体已经可以自行解毒了，就是还缺几味药，等明儿我上街补齐，就可以给你解毒了。叶绿雪，既如此，那便多谢穆大小姐了。既是帮我购买药材，自然没有穆大小姐掏钱的道理。若是不够……够了！哪能要这么多啊？真是受够了！你们有钱人随地大小扔。既如此，我便先告辞了，明晚见。让开！这是哪家的小美人啊？这是着急去哪儿啊？不如陪本公子喝两杯。我数到3，你要是再不滚，小心本姑娘教你做人。哟，还是个小辣椒。不过本公子最喜欢小辣椒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穆凤燕，你又在这勾三搭四的，真是丢爹爹的脸。你瞎呀？看不出来是他调戏我呀？你才眼瞎了，他怎么不调戏别人，就调戏你？原来受害者有罪论在古代也盛行，戴着面纱，还是脸肿着，来看大夫的。哎呀，妹妹，你这脸是怎么回事？长得这么丑，你还好意思出来见人啊？像你这么丑，他确实还不想调戏你呢。小美人，还得是你看起来赏心悦目。走，陪哥哥喝一杯去。好呀，公子，那你跟我来。快来呀！小美人，我来了。王爷，皇宫后日举办的春日宴，您去吗？不去。可是皇后娘娘特点了穆大小姐必须参加。哼，去看看也无妨。快来呀！我来了，小美人，这里绝对不会有人，这里本公子最熟悉了。来呀，快活呀！哎呀，公子，别急嘛，马上就如你所愿。去！让你调戏我，我让你调戏我。别打！我走了。你老板都走了，还
还敢留下来继续调戏我？这次给你个教训，下次看见姑奶奶记得绕道走啊！别打了，这不是刚打过吗？怎么又打我？啊！娘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皇后娘娘要开春日宴，点名要你这个未来的摄政王妃出席。春日宴？不去不就好了嘛，多大点事儿。皇后是三皇子的亲母，这次你去，皇后肯定会为难你。你从小就没有学过那些琴棋书画，这春日宴可是要上才艺的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上才艺？娘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的。娘去给你定制一身绝无仅有的衣裳，必须让你在春日宴上一鸣惊人。娘，穆府宴那个贱人，她竟然嘲讽我长得丑，我的脸。雪儿别怕，娘已经花了重金请来御医来治你的脸，御医肯定会治好你，不会影响你后日的春日宴。穆府宴那个草包又不去春日宴，哼，皇后娘娘钦点的她必须出席，她什么都不会的事情必然会暴露出来，她没有一技傍身，必然会公然出丑，颜面尽失。到时候大家都会知道，你才是丞相府拿得出手的女人。丞相府二小姐穆舒雪到。舒雪，你今天穿的和画中的仙女一样，好好看呀。何止啊，舒雪真是人如其名，肌肤胜雪，难怪会被赐婚给三皇子。你快说说，你平时是怎么保养肌肤的？哎呀，我平日里也没有特别关注，主要还得感谢我娘。原来是遗传，可真是羡慕你们丞相府的小姐，个个都这么好看。那你可就说错了，好看的呀，只有我们舒雪，她那个双户女生的姐姐，可是听说丑陋的见不得人呐。真的假的？她真的有那么丑吗？要不然从小到大这么多次宴会，她怎么从来不参加？哎呀，你们快别说了，我们舒雪就是善良，连真话也不忍心讲。快看，那是谁家的闺女？好美啊！天哪，她身上可是1寸布1两金的蜀绣，好有钱啊！行走间仪态万千，如九天玄女下凡一般，何止是美，简直是仙啊！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名贵女？丞相府大小姐穆凤烟到。穆府宴，又是你抢我风头！什么？她竟然是穆凤烟？不愧是江南首富的女儿，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，哪里比得上我们舒雪？看到穆舒雪这么嫉妒的小眼神，也不枉费我娘亲折腾3个时辰做出来的服饰。皇后娘娘到。这就是三皇子的亲生母亲。诸位贵女不必多礼，都进去坐吧。春日宴开始吧，今日谁家先开始表演？启禀皇后娘娘，臣女愿为诸位小姐抛砖引玉。好，那便由你开始。
莫二小姐这首《春日百花》弹得确实不错，隐隐似有花香袭来。娘娘快看，有蝴蝶！哟，还真是。好，好。好，有点东西，弹得还凑合。好曲，好琴音。丞相府的二小姐都已经这么厉害了，那丞相府的大小姐是不是给我们准备了更多的惊喜啊？哟，找茬的来了。那边就是春日宴举办的地方，沐风烟想必已经来了。王爷，穆大小姐被刁难了，去看看。哦，穆大小姐可有什么才艺？皇后娘娘有所不知，姐姐从小对琴棋书画这些都不感兴趣，怕是有负众望。哼，果然是个草包，确实不适合当我儿的皇妃。可是春日宴早有规定，前来参加的贵女们都需要准备才艺表演。是啊，既然穆大小姐来了，定是有所准备。穆大小姐为何不敢说话？难不成出自于商女之家，所以空有美貌，实则是个内里全无的花瓶？哼，商女之家，谁说我没准备的？姐姐莫不是要表演古筝？那就古筝吧。搬来搬去挺麻烦的。皇后娘娘，姐姐甚少在人面前表演，今日如此胸有成竹，定是有备而来，请您好好欣赏。既如此，那本宫便拭目以待。沐风烟，既然你自己作死，我看你这次怎么丢人。王爷，这可怎么办？根据属下了解，穆大小姐从未学过琴棋书画，什么都不会。哼，她不也没学过医术吗？不也一样会？快看，是百鸟朝凤。穆大小姐竟然真的能吸引百鸟过来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简直不可思议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沐风烟是个草包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弹琴造诣？你这个庶女，丞相府都用心栽培，我作为丞相府的嫡长女，怎么可能会比你差呢？你胡说！我不是庶女，我娘明明是平妻。平妻？我朝自古就没有平妻这个说法，不过是你们自欺欺人罢了。或者，你更喜欢外室女这个称呼？除了丞相府，好像的确没有平妻一说。那穆舒雪真的算数出，三皇子岂不是放着嫡女不娶，娶了个庶女？想看我笑话，那就让你闹个大笑话。穆舒雪，你竟敢在御前失仪！皇后娘娘，我从即日起，穆舒雪为三皇子侧妃，摆驾回宫。
完了，完了！这相比于你们对原主做的，不过是小小的利息而已。丞相大人，好，丞相大人，恭喜恭喜！二位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恭喜穆丞相养了一个好女儿。今日春日宴一出，丞相府千金谈的亦是好行，以示宣扬出去。好，是啊，丞相大人，您教女有方，快跟我们说说，您平时是怎么教导的？哈哈哈哈哈！苏雪果然不负我手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哪里，妙哉。这苏雪不过是打小被我教导有方罢了哈哈！穆丞相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说的可不是舒雪小姐，这引得一手百鸟朝凤的是你的嫡女穆凤烟啊！是啊，穆大小姐一曲百鸟朝凤，技惊四座，您就等着满朝文武的羡慕吧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孽人何时有了这般本事？二位，本卿有事儿，先行告退。哼！娘，嫣儿如何？娘，我没事的，嫣儿，咱们不要在乎那些人的闲言碎语，在娘心里，你永远是最棒的。但是，我拿回来的头筹、赢回来的红宝石和玉如意怎么办呀？嫣儿，你拿了头筹？娘，你看吧，我就说，咱们离开了丞相府啊，一样过得风生水起。累了吧？赶紧回去休息。娘拿着奖赏去你外公牌位前告知一声。你下去吧，我困了。是。进来吧。一个久居深闺的大小姐，不仅武功高强，医术高超，就连琴技也是一绝。你到底是谁？他是不是怀疑我了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去了春日宴，那可是皇宫，你到底什么身份？我可以告诉你。我不想知道，你也别问我的私事，做人麻烦保持点距离感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药材呢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别耽误正事。你去屏风后面的浴桶里泡着，我马上来给你配解毒药。脱光？脱光？这身材绝了，放现代堪比黄金男模。此药需泡上半个时辰，不得中断。期间我会加热水，保持水温。泡药中途可能会有些疼，你忍耐一下。娘，我不要当侧妃，我要当三皇子的正妃。老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？
都怪你这个蠢货，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出虚功，害得我在那么多同僚面前丢死脸了。爷，都怪母凤爷，肯定是他害的我。是啊，老爷，这怎么能怪雪儿呢？这都是大小姐。老爷，别院来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相爷，二夫人，奴婢亲眼看见大小姐此刻正在和野男人在屋内泡澡私会。啊！老爷，只要我们抓住大小姐这个把柄，就不怕大夫人不乖乖的把钱交出来。有你，贝斯，跟我去别院。相爷，奴婢带您去大小姐院子。站住，穆世明！大晚上你带着一群人擅闯我的别院，你这是想干嘛？大夫人，你带着我们丞相府的大小姐跑到这荒郊野外，竟是教她夜会野男人，实在是伤风败俗，败坏我丞相府的名声。你一个小妾，竟然敢在我的别院胡言乱语，还敢对我动手！姐姐，可不是我污蔑，是大小姐的婢女说亲眼看见大小姐和别的野男人在房间泡澡的。你们找了个丫鬟就敢胡说八道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打出去！我看谁敢！大夫人，穆凤烟究竟有没有私会男人？你让我们搜一搜不就知道了？这是我的别院，你们休想乱来！穆圣明，你带着人大半夜来抓奸，你有考虑过燕儿的名声吗？今日我说什么都不会让你们搜的。老爷，姐姐她竟还不知悔改，大小姐可是与摄政王有婚约的，摄政王心狠手辣，若是知道我们穆夫小姐不洁，他肯定会迁怒老爷你的呀。来人，将大夫人给我拉开！穆圣明，你纵容妾室残害正室，我要告上朝廷！大夫人昏了头，竟敢辱骂老爷，快捂住他的嘴！是。还有1刻钟，你坚持一下。啊！什么声音？我出去看看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娘亲！娘，没事吧？谁带了你？娘儿，娘没事。他们分说你在私会外男，简直胡言乱语。你快点澄清，别坏了你的名声。糟了，只顾着治病，却忘记这里是古代，男女之防很重，不能让他们进去。相爷，你带这么多人夜闯女儿闺房，是不是太不知礼数了？你还有脸说老爷？你大半夜跟野男人在房间泡澡，这是哪门子礼数？哼，原来是二夫人在我这儿安插了眼线，难怪消息这么灵通。穆凤燕，你关着门不让大家进去，分明就是做贼心虚。你对得起你的未婚夫摄政王吗？御赐的婚事你也敢乱来？搞不好啊，要连累我们相府。摄政王位高权重，让他知道你做出这种事儿，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。给我开门！站住！把大小姐给我抓住！你们干什么？这下完了。姐姐，我只是被贬为侧妃，而你却要被沉塘了。我的女儿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果然有个野男人！来人呐，将那孽女抓去沉塘，用乱棍将这个野男人给我打死！这是。这阿爹为什么给他下跪？妍儿，他是谁啊？怎么会在你房内？娘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我回头给你解释。穆丞相好大的威风啊！微臣不敢。老爷，
这是怎么了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到底要打死谁？当然是打死你这个和穆凤烟厮混的野男人！你给我闭嘴！微臣拜见摄政王。摄政王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不是说你不认识摄政王吗？我也不知道他是摄政王。穆丞相深夜来此，是想做什么？微臣只是来看小女的。穆圣明，你有胆子就当着摄政王的面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。摄政王，都是误会。你该道歉的对象不是我。羽绒啊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，听信小人的谗言，错怪你了。你也会道歉？哎，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哎，赶紧滚出去！娘，他刚才那么过分，竟然纵容别人打你，就该趁此机会跟他和离。胡说！哎，羽绒，之前的事情我都当你在闹脾气，你可想好了？真和你了，燕儿这个摄政王妃可就没娘家了。娘，我不需要他。燕儿，你不懂没有娘家撑腰的日子会有多苦。这一次我就不追究了，你们都给我滚出边院！好。等等，夜黑风高，穆丞相，一路小心啊。好的。我娘不记仇，我记仇，看我这次加大剂量，拉死你们！娘，快起来！晚辈叶离爵见过韩夫人。摄政王，虽然您和嫣儿是未婚夫妻，但也不能大晚上的这孤男寡女这。娘，我这是在给他解毒。我中毒性命攸关，幸得穆姑娘相救。韩夫人请放心，我和穆姑娘并未有任何逾越之举。这么严重？治好了吗？不能让我嫣儿守寡吧？多谢韩夫人关心，余毒已经清得差不多了。穆姑娘医术很好。你们年轻人的事我就不多追问了。天色不早了，嫣儿，你送一下摄政王吧。好。摄政王，本王并非有意欺瞒，穆姑娘不会生气吧？哎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我对穆姑娘可以没有秘密。这话说的怎么有点溜？这倒也不用，既然毒已经给你解了，那婚约的事儿也解了吧。婚约乃皇上所赐，若想解除，恐是要慢慢筹划。再说，若你失去了摄政王妃的名头，恐怕穆丞相那边不会放过你和你娘啊。说的也是，那就这样吧。救命之恩，本王无以为报，不如帮你把穆丞相再教训一顿，出出气。不用，他们现在估计已经遭到报应了。哎呀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！够疼！快，我要出宫！我忍不住了！你别拦住我呀！又来！老爷，肯定是穆凤烟那个死丫头，给我们下的毒！每次见到她，我都觉得不对劲儿。岂有此理！相爷，催账的人来了。老爷，府里都没钱了，钱都在大夫人那儿。哎呦，不过我有办法让大夫人乖乖的回来。行，这件事情我就交给你，一定跟我办好。你们可以进去了。干什么？
大哥，我得了痨病，活不久了，能用我这条贱命换100两，值了。弟弟，你放心，等我拿到钱，我一定照顾好你啊。韩雨柔，既然你不肯给钱，那就下狱去吧。弟弟，你怎么了？快去楼上叫夫人和小姐。死人了！酒楼的菜有毒！快！此人是中毒而亡。官爷能查到此人何时中毒？掌柜休要狡辩，我弟弟就是在你这里吃东西的毒发身亡的。那为何你和他一起吃饭，而你却没事？我还纳闷呢，谁知道你们酒楼耍什么手法，把我弟弟给毒害了？弟弟，你死得好惨啊！此酒有毒。这不可能！我家酒楼开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会有毒？你就是这家酒楼的东家？是我。来人，把凶手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你敢阻拦衙门办案，是想一起下大狱不成？你们没有查明真相，凭什么随便抓我娘？仵作已经查出你们酒里的酒有毒啊！酒杯里有毒，凭什么说是我娘下的？休要狡辩，给我统统拿下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娘！娘，你别怕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婴儿，不要和官府作对啊！这种情况只能去找你爹了。带走！我看谁敢！贵子见过这种吗？你们平日里就是这样断案的吗？去给我把金兆宇叫过来。是。别怕，有我在。有个男人护着的感觉，似乎还不错。下官拜见摄政王。无需多礼，本王要你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公平公正的断案。本王今日就在这里看着。是。大人，我弟弟死的冤枉啊！他就是在这里吃东西被毒死的。你说谎，明明是他先服毒再进来的。没天理呀！这家酒楼吃死了人还不承认，仗着王爷撑腰无法无天，欺压我们这些无辜的百姓。我可怜的弟弟啊！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样子？记者说草菅人命，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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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草菅人命，仵作，若他是在我酒楼中毒，这么短时间毒只到咽喉；但若他是提前服毒再进来，那他的腹部定然也有毒。你只需拿一根银针，分别在他的脖子和肚子各扎一针，便可查明真相。快验，快验！我虽不知你是受何人指使，但幕后之人如此歹毒，定也不会放过你的其他家人。不可能，那人答应过我，不会伤害我爹娘的。信与不信，你只需立刻说出你的住处，官差大人一看便知。我住在对街巷子尾。清风，你和他们去一趟。是。敢问穆大小姐，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看出死者是何时中毒的？此毒药是见血封喉的鹤顶红，毒发需1个时辰，可他俩进我酒楼却不足1个时辰，自然是提前服毒的。在下佩服。王爷，我们去晚了一步，屋内的人都被杀光了。爹娘，大人，我要大人恶有恶报。我会替你做主的，带走再审。是。多谢王爷还民妇清白。
夫人不必客气，今日即便没有本王，穆大小姐自己也能化解。总算没白救你，关键时候来的还挺及时的嘛。王爷，此案关系重大，已非本官能审之案，我看要不就移交大理寺吧。连京兆尹都没有办法，这件事儿不会是我那百官之首的爹干的吧？这应当是二夫人所为。什么管事夫人指使，分明是王一曼。娘，我们都搬离丞相府了，他们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们？王爷，妾身有一事询问，还请您禀退左右。下去。是。夫人请讲。敢问王爷，嫣儿若没有丞相府千金的身份，您还会娶她吗？我与嫣儿自野外相识，若不是她救我一命，我坟前草都只怕3尺高了，又怎会嫌弃？哎呀，娘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准备同你爹和娘，你终于决定和离了。娘一日不和离，他们总有妄想，就会不断迫害我们。娘不想让你每天过担惊受怕的日子。王爷，皇室宗亲极其看重出身，我担心他们会看不起嫣儿。夫人无需担心，本王的婚事他们做不得主，也插不上话。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穆姑娘以后可以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只要本王在世一日，便会护你一日。不是说好的还要解除婚约的吗？这是在我娘面前做戏，还是什么意思啊？看来摄政王的确对嫣儿上了心，那我便可以放心的和离了。时辰不早了，嫣儿，我们这就去相府。相爷，大夫人带着大小姐回来了。哼，本相就知道，他们母女还得回来求本。老爷，大夫人和穆凤烟一定是为了酒楼的事情来向您求救的。哼，当初说那么多狠话，最后还不是得靠本相？是啊，爹，他们之前这么嚣张，怎么能让他们就这么轻易的回来？至少也得让大夫人把仓库和酒楼全部交给您。理当如此。来啊，去告诉大夫人，让她来如意院，先给二夫人和二小姐道歉。是。相爷让大夫人和大小姐前往如意园，给艾夫人和艾小姐道歉。娘，这是给咱下马威呢。无妨，去哪里都行，反正只要把话说清楚，今日好断个干净。姐姐离开相府几日，连如何向爹爹请安都忘记了吗？你们怎么脸色如此蜡黄？大夫人，你就别装了，如今酒楼出事，你好好求求老爷，说不定啊，老爷就心软了。玉荣啊，当初我就跟你说过，离了相府，你们什么也不是，即便你有万贯家财，也只能任人鱼肉。如今既然你回来了，那以后就要好好的敬重二夫人，乖乖听话。真是好大的脸啊！你，瞧瞧，这丞相府空落落的，都穷成这样了，到底是谁在装啊？大夫人，这就是你们求人的态度吗？爹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。艳女，若不是当初你说是你娘搬空了我在相府，以至于我在相府如此简陋吗？你如此不孝，
连苏雪的一根头发都比不上。我的女儿不必跟人比。穆圣明，你少颠三倒四说话。今天来，我是有事要说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想让我帮你摆平酒楼的事情，就先跪下磕头道歉。今日我是来和离的。你做梦！你既然已嫁给了我穆家，你生是我穆府的人，死是我穆府的鬼。老爷，大夫人一意孤行要和离，莫不是心中有人想宁嫁？哦，是不是你那个青梅竹马的三官子？我就说你最近怎么越发肆无忌惮，你是不是和他暗中？混账！韩雨柔，你竟然敢打老爷！穆圣明，我自成婚以后和上官泽从未见过，我们成亲10几年，我以为你至少会了解我一点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和你以后，你和嫣儿就只能待在牢里？哼，不错，我可是听说大夫人酒楼出事，死了人。你们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，居然还敢对爹爹动手！韩雨荣，今天要不给我3跪9叩，还有，你必须交出酒楼和你所有的财产，否则我绝不相帮。好，相爷，你不妨看看这份口供，再说话吧。口供？有这份口供又如何？只能说明是下人擅自做主。是谁做的有什么要紧的？这要是皇宫里信了，这穆淑雪的侧妃之位恐怕是不保喽。娘，老爷，淑雪绝不能失去侧妃之位呀！老爷，哎，行，二夫人，起来。你就和你来人了，拿笔来。拿去。拜托了，丞相府，我倒要看你们过得怎么样，无权无势，最后还不是要跪着回来求我？刚刚娘肯定是被扎弟的话伤到了，这才会动手。也不知道刚才丞相说的上官泽是什么人。怎么了？娘，你还有我呢，我会一直在的。是嫣儿给了娘勇气。哦，对了，再过几日啊，就是宫宴了，你得去参加。宫宴？只有我去吗？娘，你去不去？这是皇室中人每年都会举办一次的家宴，娘啊去不了。不过穆淑雪身为三皇子侧妃，应该会去。届时啊，你离她远远的。知道了。哼，就怕离得再远，人家也不会放过我们。不过正好。我的大姐就是丧门星。哇，好漂亮。那便是穆大小姐，看起来不像是不祥的样子。殿下，您有所不知，我大姐从小体弱多病，不通诗书礼仪。前些天她还挑唆她母亲和我爹和离，把我爹都气病了。此女竟如此刁蛮！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气病了丞相。
刚才我还看见丞相大人红光满面，若生病还能外出啊？姐姐，那是爹爹强忍着。木二小姐，我和母亲都已经搬离丞相府了，你为何还要处处诋毁我？穆大小姐未免也太咄咄逼人了吧？皇侄，若穆丞相执意带病进宫，再感染了皇上，那可是伤害龙体的大罪啊！爹爹没病。哦，那就是木二小姐污蔑我了，还不快向我道歉？姐姐，我没说错。那日你带着大夫人前来府中和礼，爹爹心中郁气郁结，在家中晕倒，面上自是不显。我可从未听说相府有请太医啊。穆大小姐，今日是要仗着皇叔欺压淑雪，为人子女竟然挑唆父母不和，身为皇叔未婚妻，也对侄媳不贤，实在有辱皇叔名声。皇侄口口声声说尊敬长辈，你就是这样尊敬你皇婶的吗？皇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凤烟作为你们的长辈，难道还训斥你们不得吗？还有，穆丞相此刻就在皇上宫中，叫个御医把个脉，一看便知。都是淑雪的错，是淑雪不会说话，不干三皇子的事。既然不会说话，那便闭紧你的嘴。妍儿，我们走。淑雪，为了我，你受苦了，我待会儿就帮你报仇。皇上、皇后驾到！拜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都是自家人，今日不必拘礼。皇上说的是，入座吧。父皇、母后，今日皇室众人聚在此处，我们不如玩点有新意的东西。皇儿有何想法？普通的才艺表演，父皇和母后看的也不少，甚是无趣。不如我们比试作诗。比试作诗？就是第一个想作诗的人，选择一位对手，两人依次作诗，若哪一方做不出来更好的诗，为败者。听起来确实十分有趣，可有站出来一试的？回皇上，臣女愿意一试。久闻穆丞相教女有方，穆二小姐来圣都才女，朕很是期待。不知你想和谁比试？姐姐，不如我们两姐妹先来一场抛砖引玉如何？哼，熟读唐诗300首，不会作诗，我也会吟。才女是吧？本小姐就让你今天成为菜女。哼。陛下，臣女愿意和穆二小姐切磋诗词，只不过臣女觉得单纯的比试确实无趣。你想如何？臣女觉得倒不如加个彩头，一首诗1000两黄金。若臣女做的又多又好，那穆二小姐就要给臣女一首诗1000两黄金。呵呵，荒谬！穆凤烟，你该不会是不敢比试，找的借口托辞吧？姐姐，诗词歌赋乃清雅之事，怎么能用黄金白银做衡量？简直俗不可耐。穆二小姐此言差矣，我和娘亲搬离丞相府，过日子处处都要金钱，确实是没有银钱。丞相府如今都这般拮据了吗？好，本小姐与你切磋。那就请皇上皇后做个见证。穆二小姐，待会儿输了可千万别赖账啊。开始吧。
麻烦这位女官，速度要快一点。放心吧，穆大小姐，下官负责记录，以数实在。那就以梅为主题，开始吧。寒风吹彻，雪漫天，独见梅花傲骨仙。玉立枝头迎冷月，香飘陌上醉流年。到你了。脑子里一堆关于梅花的诗，先背哪个好呢？病了10年大字不识的草包，只会装腔作势。姐姐，实在想不出来就认输吧，别耽误大家时间。若是穆大小姐做不出来，那不如这局便算穆二小姐胜出。折得梅花怀满颜，文书堆案正如山。书君一觉萧然梦，长在清泉白石间。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唯有暗香来。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歌笔废屏章。梅须逊雪3分白，雪却输梅1段香。再加1人记录，我快跟不上了。吴家喜宴池头树，朵朵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承让。好一个只留清气满乾坤呢！原来这才是凤羽之命的穆凤烟，只有这样的女子才配得上我。穆大小姐好诗才，难怪之前被司天监批为凤女之命。多谢陛下夸奖。100首诗10万两黄金，拿来吧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欺人太甚？明明你会写诗词，就故意让我出丑。你也没问过我会不会啊。再说了，是你让我出来比赛的，又不是我邀请你的。废话少说，拿起来。穆大小姐精彩绝艳，穆二小姐却抹黑嫡姐是个草包。你太让本皇子失望了。等会来丞相府跟我拿。穆大小姐，好诗才。不愧是本王的王妃呀！来人，将穆小姐方才所作的诗词一一记录好，送到摄政王府藏书楼封存。是。若非批了个入关不祥的命，本该是我儿的皇子妃。哈哈哈哈！今日你们让朕见识了一场精彩的诗才会，朕也让你们见识一下藩邦刚进贡的夜明珠。可是那个如婴儿拳头般大小的夜明珠，正是。诸位随朕一起移步御花园观赏吧。吴凤烟，该死！果真是奇珍异宝啊，皇上。那是自然，诸位尽可凑近观赏。燕儿，可想摸一摸？拿起来看一下吧。这不就荧光石吗？怎么了？是不喜欢吗？这个东西啊，还是少碰好，有辐射。辐射？
是何物？陛下，您不舒服，刚刚饮了酒，还是先回大殿吧。好，还是皇后贴心。不好了，夜明珠不见了！这是谁塞的夜明珠啊？想要辐射死我啊！岂有此理！谁敢在宫中行窃，一经查出，本宫绝不轻饶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我亲眼看见，是姐姐拿的夜明珠。这个穆舒雪手段还真是卑鄙，夜明珠从我身上搜出来，那我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楚啊！哼，还好我有空间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可没有拿。是与不是，搜一搜便知道。不可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搜我王妃的身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皇上，臣女敢以身家性命做担保，夜明珠就在姐姐身上。我没有偷夜明珠，就是你。父皇、母后，穆大小姐的母亲是一方巨富，实在没必要偷情。皇上，请派出一个老嬷嬷，一搜便知。把东西给我。你也以为是我偷的？当然不是。那穆舒雪如此肯定，必然是做了手脚。那东西现在肯定在你身上。放心吧，我可以被搜身。去搜一下穆大小姐。是。穆凤燕，这下你完了。回皇上皇后，穆大小姐身上并无夜明珠。这怎么可能？夜明珠明明在你身上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叫做“害人终害己”？陛下，皇后，夜明珠被盗，既然民女身上搜过没有了，那是不是在场所有人都有嫌疑啊？特别是民女的妹妹穆舒雪。去，再搜一下穆儿小姐。是。回皇上皇后，夜明珠在此。不是我，怎么会在我这里？明明应该在穆凤燕身上。是谁偷的，当然就在谁身上了。好啊，原来是你偷的，还竟敢贼喊捉贼！来人，去当之所，将穆丞相传过来。是。哎，文公公，今儿是宫宴，皇上怎么会让你来唤我？哎呦，我的穆丞相，你的女儿闯大祸了，竟敢偷藩邦进贡的夜明珠啊！穆凤燕这个孽女，真是丢人现眼啊！微臣见过皇上。穆丞相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大胆孽女，你竟敢偷夜明珠！苏雪啊，你别再给这个不中用的姐姐求情了。启禀皇上，微臣早已和此女母亲和离，也和她断绝父女关系，请皇上不要顾及我的颜面，一定严惩不贷。你确定我们断绝了父女关系？你可千万别后悔啊！孽女，你与我丞相府早已没有任何关系，今日你的所作所为，就算有摄政王在，也保不了你。皇上，请你一定严惩。穆丞相，你搞错了，偷夜明珠的
不是穆大小姐，而是穆二小姐。啊，不是穆凤烟，这……凤烟，你先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舒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连问都不问，就笃定本王妃是盗贼？穆丞相平日里就是如此处理家国事务的吗？哼，如此偏心，难怪会有平妻一说。穆舒雪，我皇家可容不下这种品行不端的人。从即日起，剥夺穆舒雪三皇子侧妃的身份。不要，皇上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收回成命。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你给我闭嘴！父皇英明，穆舒雪这样的草包根本配不上我，只是穆凤烟的不祥之命，还要再请司天监测算一下。穆丞相，微臣在。穆丞相教虑无方，即日起暂停职位，府中禁闭思过15日。微臣领旨。好了，今日大家也都累了，宫宴到此为止吧。哼！天色尚早，我知道有一处梅林的梅花开得甚好，不如我带你去看看。啊，古代也没啥夜生活，走吧。微臣参见三皇子殿下。免礼。谢三皇子。我问你，穆大小姐死时测算的是入关不祥，那死而复生后，她如今的命格又是如何？微臣再行推演看看。哈哈哈！回三皇子殿下，穆大小姐向死而生，实乃大吉。果真如此，也只有妇女之命的人才与我般配，我得想办法从皇叔手上把她抢回来。会医术，会弹琴，会作诗，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本王不知道的？那些不是我写的，是我从书上看的。本王博览群书，却从未见过这些事。妍儿，你就莫要再谦虚了。啊，随便你怎么说了。好香啊，折回去一些，正好摆在娘的屋内。这么好的氛围，他都把握不住。妍儿，你喜欢梅花，那我在王府为你种上一片梅林吧。不要，我喜欢桃花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便为你种上10里桃林。哦，对了，那丞相府欠你的10万两黄金，可需要我出手帮忙？哼，不用，我自有办法。你们2个给我大声点叫！丞相千金穆舒雪，诗才比试书，黄金10万两，赖账不给。别喊了，别喊了！哎呀，嫣儿啊，有啥咱们好好进去说嘛。我才不进去了，省得待会儿又给我摆架子。快点，把钱交出来。大小姐，老爷自幼疼爱你，将你如珍如宝的养大，你怎可如此待他？视如珍宝？哎呦，我怎么记得穆舒雪以前在我床榻旁跟我说，哎呀，穆丞相是以他为优先，让我这个病秧子早点去死呢。你这个淑女啊，你呀嚣张跋扈，居然背着我欺负你嫡姐！爹，老爷，你可别中了别人的挑拨离间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他都不会放过这次要钱的机会。啊，那可不一定啊，万一你们狗咬狗的戏码看舒服了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们打打折。
老爷，你看看，他这是帮你当狗耍呢。哎呀，燕儿啊，咱们父女俩何必说钱嘛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说两家话？哟，我们又是父女啦？哎，之前是谁在皇上面前说跟我已经断绝了父女关系？现在穆丞相你又这么说，是要欺君吗？哎呀，本家没这个意思，你可别胡说。你少给我来这套！你今天要是不给我10万两黄金，那我就去皇上皇后那里，让他们给我主持公道。燕儿啊，我这丞相府早就被你母女俩掏空了，哪来的10万两黄金给你嘛？没钱啊？没关系啊，这不是还有丞相府吗？反正现在丞相府穷得连妾室都点卖了，一座府邸而已，你抵给我不算什么。更何况这府邸当初还是我娘建的呢，不亏不亏。哼，原来你一直打的就是这府邸的主意。啊，二夫人，你总算是聪明一回啦。你看你家的好女儿，给我说这么多钱，哎，怎么样，相爷，你是选10万两呢，还是相府？老爷，咱们府里如今没有这么多下人，不如……当初啊，我们这个丞相府建设的时候，可不止这10万两黄金啊！你少给我坐地起价，花多少钱那都是我娘出的，你又没出钱。现在你只有2条路，要么给钱，要么府邸。去把地契给我拿出来，快去呀！拿去，都给你。这丞相府呢，就暂且借你们住2天，等文书过户好后，你们要是再不搬走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原主，你娘花钱建的府邸，我给你拿回来了，你可以放心了。我的丞相府啊！娘，何事这样开心？娘，你看，我把丞相府赢回来了，开不开心？娘很开心，谢谢你替娘出气，正好我的嫣儿可以从自小长大的地方出嫁。等我嫁进摄政王府，就只剩娘一个人了。原主是希望娘过得很好。对了，我可以给娘找个伴儿啊。那个上官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在苦恼什么？可需要我帮忙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想跟你打听个人，你可认识上官泽？紫圣国第1皇上，谁不认识？那你对他有多少了解啊？他可否有娶妻？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他了，今夜就是来给你送他的消息。太好了，上官泽居然至今未娶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等我娘。对了，那个你马上给我写封书信，就说丞相夫人已和离。哦，原来你是想撮合你娘和上官泽呀？那需不需要我派人模仿你娘的笔记？哎呀，不用，他要是有心的话，自然会来的。好，那你就去吧。是我的王妃大人。到时候我和我娘搬回丞相府，这么高的墙，看你怎么翻！哼，也不知道这个上官泽会不会来找你啊？管家，我这身如何？老爷一表人才，和10年前没什么区别，是吧？那就好。哎，你去还是算了吧，还是我来吧。还是头一次见老爷像个愣头青一样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雨荣，听说你已和离，我连夜赶来。
娘，你这脸怎么这么红？我热。大早上热。雨柔，你看看门。这谁啊？一大早上就敲门。是上官泽。我去，这么给力，这是连夜赶来啊！娘，你别挡在这里。那个摄政王他约我去吃饭呢。等会儿再去啊。摄政王等不及了。这是嫣儿吧？都这么大了，我叫上官泽。我知道你，上官叔叔。你一大早上在我家门口有何贵干啊？你娘亲。哦，你是想和我娘亲单独谈谈？正好我有事要出门，你们慢慢谈，我就先走了，不急。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见面礼，一点小钱。你不是要出去逛街吗？去买几身衣服吧。10万两啊！你们古人怎么一言不合就拿钱砸人？娘，那个我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加油加油！竟然在这偶遇穆大小姐，真是好巧。三皇子，这种老土的偶遇桥段，没想到我也能遇见。本皇子闲来无事，穆大小姐也是一个人，不如一起逛逛。谁说他是一个人？皇叔，那是自然。我约了嫣儿一同去酒楼吃饭。邀约自然是要亲自接姑娘出门，你让穆大小姐自己走来，未免也太不知礼数吧。看来皇侄久经花场，经验十足啊，也难怪让穆二小姐倾心。阿燕，你别误会，我那也是被蒙蔽。那看来皇侄多少是有点是非不分了。三皇子，我的确约了摄政王吃饭。那下次再约。想约你皇婶，可以告诉我带她去。嫣儿，我们走。你们还未成婚，谁是皇婶还不知道呢。见过摄政王。免礼，坐下一起用膳吧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娘过来找你是有事情想与你商量。还是我来说吧。嫣儿，我想同你娘亲结亲。结亲？若是嫣儿不同意，娘就不答应。你们这么快就要结亲啊？嫣儿，我与雨荣已经错过10年，我不想再浪费和你娘失手的时间。我想过了，我们上官家的一切也交由你来打理。给我机场。我同雨荣商量好了，我们不准备再生孩子，我们2个膝下有你就够了。娘，上官爹爹，既然你愿意为我娘舍弃一切，那我把娘就交托给你了。娘，你这样真漂亮，一定能迷得上官爹爹找不着北的。当年还在闺阁时，我经常收到一些心爱之物，我还以为是穆圣明送的，昨日才知道，原来是上官泽。娘，既然老天爷又给了一次你们在一起的机会，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，这样我才放心嘛。嫣儿，你还没有出嫁，娘亲就……停！娘，日后有上官叔叔和你一起疼我，送我一起出嫁，这不是更快乐？嫣儿，谢谢你。娘这辈子唯一感谢穆圣明的，就是让娘生下了你。原主，你的娘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我答应你的事，就只差收拾穆丞相了。老爷，我们真的要搬走吗？哎呀，这穆凤烟这个孽女有摄政王撑腰，不搬家，真闹到皇上面前，本官这个丞相就别当了。哎，别废话了，走吧。老爷，
我听说那个上官泽去了别院，我看是惦记韩玉荣。哎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上官家来天下第一皇上，想要什么样的美女不行？怎么可能会看上韩玉荣那个二手货？什么人成亲啊？排场这么大！听说今日成亲的新郎是天下第一皇上上官泽，他10几年未娶，就是为了等他的青梅竹马，真是感人啊！不过新娘好像以前还是相爷夫人呢。不许呀！今天是我娘大喜的日子，我不想见血，让开！韩玉荣，你给我下来！穆神明，我们已经和离，两不相干。你一日曾是我穆圣明的女人，只要我没死，你就不能二嫁。玉荣，你难道忘了我当年对你的好吗？当年那个每日偷偷画镯子给我的，分明是上官泽，是你冒名顶替。我们一开始就是欺骗，如今不过是拨乱反正。可当年我把画递给你，何曾说过是我画的？是你自己这么认为而已，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愚蠢。可你也没有否认。行了，说什么前尘往事，你是不是早就和上官泽勾搭在一起？像你这种勾三搭四的女人，就该进猪笼。当年我娘资助你科举，你却借着读书的名义和王一曼勾结在一起，和她所生的穆书雪可就小我2个月，你有什么脸面在这恶意编排我娘？你这个孽女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穆丞相若是想讨杯喜酒，可以；但若是闹事，哼，狮子王，你不能！还从来没有人敢指点本王做事。穆丞相是想做第一人吗？微臣不敢。我娘如今独身在嫁，穆丞相你可管不着。刀剑无眼，还不快让开！走。唉，怎么感觉跟嫁女儿一样？哎，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以为一大早你会在上官爹爹的庄子上多睡一会儿呢。嫣儿，娘亲是来同你说一声，我和你上官爹爹要回一趟江南老宅，祭奠一下你的外祖父和外祖母。哦，那确实应该去一趟。娘，你要早去早回啊。娘亲定会在你大婚之前赶回来的。娘，人家成亲之日还早着呢，你和上官爹爹在江南多逛逛，不用着急回来。嫣儿，谢谢你啊。丞相，韩夫人和上官泽已经启程回江南老宅，派出10人，务必将他俩击杀在路上。我穆神明只有上楼，没有和你。王爷，穆丞相派了杀手去江南追杀韩夫人和上官泽，派一队人马即刻去保护上官泽和韩夫人，将我手中穆丞相徇私舞弊、贪赃枉法的罪证上交给皇上。是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要钱的话，我都给你们。我不要钱，只要你们的命。阿泽，小心！娘，你怎么样？娘没事，嫣儿来得很及时。穆圣明这个王八蛋，居然敢动我娘！我现在就去杀了他！嫣，别冲动，别跟我扯什么孝道。他敢派人杀我娘，就要做好我去要他命的准备。我来之前就已经派人将丞相贪污受贿、结党营私的证据上交给了皇上，只怕此刻皇上都已经下了降罪的圣旨。嫣儿，娘没事，你别冲动连累了自己。是啊，嫣儿，别为了一个老贼弄脏了你的手。若是惩罚的太轻，未免也太便宜了他。
燕儿，此事交给我，你放心，我定会还你个公平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穆丞相有负圣恩，身为丞相，竟结党营私，触犯律法，罪证确凿，理应当斩。但念其当年助朕有功，革了职，全府流放边疆，钦此。谢主龙啊！为什么我才刚失去和三皇子的婚事，就成了罪臣之女？我不要！罪人穆圣明，接旨吧。王公公，劳烦你通报一声，就说老臣想见皇上。哎，公公，没用的，罪证是摄政王亲自提交的，本来按律当斩，皇上只是把你流放边疆，你要多谢隆恩。王公公，我父爷也是丞相府的人，要流放他也要被流放。穆二小姐，难道你忘了吗？穆丞相和穆大小姐在皇宫当着皇上的面已经断亲了。不，她是丞相府的嫡女，她理应被流放，也理应取消和摄政王的婚约，怎么能把她遗漏？还有那韩氏，都应该被流放。王公公，穆圣明是我变卖投身租院的，却还藏了银钱打点，分明是不把我和舒雪当一家人。看来我还得替舒雪另谋出路。燕儿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娘亲，爹爹，女儿知道了。燕儿，你放心，爹爹一定会帮你照顾好你娘亲。燕儿，穆家今日被流放，要不要去看看热闹？穆圣明差点害死我娘，当然要去。我倒要看看，曾经风光无限的穆丞相，如今有多惨。罪人穆圣明，随我等去流放。头儿，不好了，那两个小娘们跑了。你说什么？头，这个怎么办啊？快叫兄弟们找找，那两个女人没有钱财，如何能足院？这个贼婆娘啊，把我最后这点家产都给我卷走了，你叫我怎么？不好，罪人穆世明恐怕是中风了，你且在这等着，我去回禀皇上。摄政王、王妃，啊，我们还没成婚呢。等一下回去领赏。这是穆夫人和穆二小姐卷了钱财跑了，罪人穆世明气得中风了。穆圣明，你可后悔？哼！可惜，一切都晚了。无怨无悔支持你的女人已经另嫁他人，而最敬爱你的女儿也已经死了。嫣儿这是说她死过一次的意思。见过摄政王。严离，这可是皇上下达的圣旨。正是，皇上说，既然罪人穆圣明已经中风了，就不流放了，罚他乞讨度日。那穆舒雪和王一曼呢？这二人私逃了。不过穆大小姐放心，已经下了逮捕文书，他们肯定出不了京城。我也会派人去搜查他们。天色已晚，你娘亲不在，不如
今日去王府用膳。好。见过摄政王，见过摄政王妃。见过摄政王，见过摄政王妃。见过摄政王，见过摄政王妃。嫣儿，你还没有来过王府，今日便带你好好逛逛。你家园子还不错嘛。你喜欢就好，我已经命人种了10里桃花，日后啊。叶离爵，王爷，奴才这就去请孙神医。叶离爵，你先吃下这颗解毒药丸。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你又救了我一命。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手伸出来，给你把把脉，看看你什么时候又被人下毒了。你是被人长期下毒了。可自从上次以后，吃穿用住我已经万般提防，并没有查出有任何问题。难道有内鬼？也不一定是直接下毒，也许是一棵树，也许是一盆花。你带我在你府里好好看看。好。奇怪，整个摄政王府竟然都没有毒。嫣儿，你不必着急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总归我是死不了了。王爷，解毒药来了。这药有毒。这哪儿来的野丫头，平白无故污蔑老夫？老夫为王爷解毒10余载，请王爷为老夫做主啊！她是本王的未婚妻，未来的摄政王妃。原来是穆大小姐，你即便是未来的摄政王妃，也不能冤枉老夫啊！冤枉？你这药喝下去，不出一盏茶的时间，他就会七窍流血而亡。哼，老夫怎么会傻到在自己开的药里面下毒？王爷，老夫喝完了，并未见毒发身亡。那是因为真正的毒不在药中。王爷，您看穆大小姐前言不搭后语，着实应该去看看大夫。哼，叶离爵随身佩戴的这个香囊里面塞的是安神静气的药，可一旦将你这碗药引入体内，2味药相辅相成，即刻便会毒发。你别过来！大胆，竟敢给本王下毒！清风，王爷，冤枉啊！王爷，王爷，将孙神医带下去严刑拷打。是。王爷饶命啊！冤枉啊！王爷饶了我吧！王爷，我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王爷，孙神医招了，是三皇子。还没有立为太子，就这么着急除掉我？你这摄政王还真是不好当，天天都有人想害你。你是在担心我啊？我才没有嘞！你要是死了，我就不用嫁人了。那我可更得保护好自己才行。哦，对了，明日是皇家狩猎，三皇子恐怕会有小动作，我们得提前准备准备。狩猎？我能不能不去？上次的宫宴就无聊透了。恐怕不行啊！如今你是我未婚妻，若是不出席皇家活动，恐怕会遭人非议啊。那好吧，饭菜已好，去吃饭吧。
雪儿啊，娘现在是拿那身上所有的钱财去打点的管家，才给你求来的这次机会，你一定要把握住啊！娘，三皇子中了药，要是明天醒来不认账怎么办？这男人只有没吃过的，还没见过不上瘾的。穆凤烟，等我家淑雪傍上未来的皇上，弄死你就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三皇子，我贱婢！殿下，你从前对淑雪那么温柔，那是因为我没见过穆凤烟。别以为给我下了药就能进我的府，你只是一个罪臣之女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殿下，我不要任何名分，哪怕一个丫鬟，只要能待在殿下身边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我要你把穆凤烟送到我床上来，你能吗？我能。跟我去皇家狩猎，给我把穆凤烟带过来。好精巧的阿郎，你是哪家的？滚！大胆！我们主子可是楚国公主。楚国公主怎么来了？我们和楚国征战10几年，楚国公主这次来是和亲的，暂时休战。和亲？我刚才可是一眼都没看她。哼！哎，嫣儿，摄政王已有未婚妻，再敢打扰。本公主想要的，还没有得不到的。今日皇家狩猎，恰逢楚国使臣来访，当着楚国公主的面，正要看看你们这些小辈的风姿。今日谁猎的猎物多，朕必有重赏。舒瑶见过皇上。楚国公主可是有事？回皇上，舒瑶想请皇上坐镇，我想与穆大小姐比试一番。不知楚国公主要与穆大小姐比试什么？我要与穆大小姐比试射箭，若穆大小姐输了，就取消与摄政王的婚约。楚国公主真是看上摄政王了。只要穆凤烟和叶离绝解除婚约，我就可以求父皇下旨，迎娶穆凤烟为皇妃。本王早已起誓，此生只娶穆凤烟一人。穆大小姐这是不敢吗？回皇上，民女不接受楚国公主的比试。楚国公主自幼习武，练得一手好武术，可民女自小体弱多病，走路都要斜一斜，怎么能是楚国公主的对手？你这种弱智女流根本配不上王爷。公主，王爷若需武艺，自然有侍卫；若需谋略，当然也有幕僚。但作为王妃，只需要王爷的疼爱，其他的何须操心啊？你厚颜无耻！公主，王妃被宠爱就成了厚颜无耻，那公主日后嫁了人，那就不要夫君的宠爱好了。穆大小姐说的没错，本王的王妃只需本王好好呵护便好，其他事无需操心。本公主再拿出父皇给的一座城池，外加赌上一条胳膊，穆大小姐比不比试？城池？陛下，既然楚国公主一心想与我比试，那民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公主，起身说话吧，你也起来吧。
朕劝你们二人还是慎重考虑，毕竟这赌注实在是太大，况且还伤及身体。回皇上，舒瑶不会反悔。回皇上，民女也不会反悔。你只管放心玩，若真输了，本王会摆平此事。放心吧，这点本事我还是有的。皇上，民女信不过楚国公主，烦请王公公拿来笔墨纸砚，立下字据。公主，保护好你的小手臂哦，待会儿输了还没得砍。哼，穆大小姐少狂妄，这句话也是本公主提醒你的，留好小命。比谁射中红心都没意思。谁能射中苹果，算谁赢。公主，你这是草菅人命。那穆姑娘这是要认输？不，我只是觉得苹果终究还是大了些，要不我们就比谁能穿过铜钱。敢吗？你以为我像你这般孱弱？楚公主一剑，插铜钱过。到你了，模样装的倒还挺像。哼，王爷。王妃比得过马背上长大的楚国公主吗？嫣儿的动作和手法很是娴熟，况且万事还有本王兜底。哈哈，穆凤烟，我们可不是比谁射得远，装那么久，你连铜钱都射不到。穆大小姐射中铜钱。穆凤烟，你不是说你不会吗？你这是欺君！我只是说我身体孱弱，可没说不会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比不过就打人！穆凤烟，我要你死！哼！楚公主，愿赌服输这个道理，你们楚国不懂吗？摄政王，分明是穆凤烟把我踹倒在地。哼，岂有此理！你竟敢打我们公主！哼，就许你们楚国公主拿鞭子打本王的王妃，不兴王妃还手啊！公主，你不会出尔反尔吧？穆大小姐如此咄咄逼人，是想挑起两国争端，向我们楚国宣战吗？本王能打败你们一次，就能打第二次，要战便战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打败我父皇和皇兄的战神王爷，如此，我更要得到你。公主，看在两国交好的份上，我不要你的胳膊，把你的城池留下即可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好！穆大小姐为我子胜国带来一座城池，当赏。这楚国公主也是个废物。三皇子别急，我去助他一臂之力。公主，您若是不兑现承诺，那穆凤烟也拿您没办法。你懂什么？我不能让摄政王看不起我，只要拿下摄政王，莫说一座城池，就是10座，他也能给我打回来。若公主想得到摄政王，我有办法。不用拦着，我在他眼里看见了仇恨，他恨穆凤烟。公主猜的没错，我恨穆凤烟，是他害我失去名利和地位，害我沦为宫女。说说看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听闻楚国有一秘药，名为迷迭香，世间无药可解，
若公主愿意给予我2颗，我必安排一切，将摄政王送到您的榻上。你家摄政王一直这么受欢迎吗？这一国公主都为他丢了一座城池了，还是不肯罢休？这算什么？都有官家小姐为我们王爷1哭2闹3上吊呢。这样啊，你要是不把什么公主小姐给我处理干净了，你就别来找我。我不想再跟什么公主比什么胳膊了。哎，嫣儿，口无遮拦，回去自己领罚。这酒有问题。莫大小姐，怎么了？啊，无事，还好我有空间，可以把酒水倒进去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耍什么把戏。莫大小姐可是头晕，奴婢扶您去没人的地方休息会儿。嗯。看来嫣儿是真生气了，竟直接回了帐篷。我得想想办法让嫣儿消气。还不快把东西捡起来！怎的如此不专业？王爷，那可是毒药！闭嘴！我不用点苦肉计，王妃怎会消气来救我？哎，算了，像你这种单身汉不会明白的。那您怎么不找个药性小点的毒啊？那不成欺骗了？毒还是别人下的意思。我去找嫣儿，清风，你留下审问这个公主。嫣儿，今日暂且委屈你在这里同我洞房，来日我再补偿你。原来是你给我下毒啊！嫣儿真是聪慧，也只有你这样的女子才配嫁给我，母仪天下。你就这么自信？你会坐上皇位？当然。所以只要你跟了我，好泼辣，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。肮脏的东西，滚远点！人不是都被你打晕了，怎么还气成这样？就凭他也敢肖想你？呀，我感觉好热，我好像中毒了。叶离觉，你中了春药！哎呀，你怎么又被人算计了？啊！刚才那个酒里有春药啊，这好解吗？不好解。哎呀，不好解啊！嫣儿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怎么觉着你听说不好解更兴奋了？哎，没有的事啊。如何？方才那名宫女招了吗？回王爷，方才那名下毒的宫女说，您和王妃中的毒都是出自楚国，无药可解，需行周公之礼方可解。这么狠毒的毒药，让他自己尝尝。敢欺负我王妃！清风，将三皇子丢到自己帐篷，再将楚国公主引过去。是。嫣儿，我感觉我快要压制不住这个药效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
我肯定不可能看你毒发身亡啊！嫣儿最好了，虽然此处有些简陋，但你我感情深厚，日后我一定……所谓阴阳调和，只要我给你弄出来，自然就没什么事儿了。嘿嘿嘿，什么都没能难得到我的。你说的帮忙，就这个？你别磨蹭了，快来给我扎一针，很快你就舒服了。不，无逼了吧？这怎么这么黑？蜡烛呢？回公主，天黑好办事，示意卢碧特意灭了蜡烛。回头找我领赏钱，下去吧。是。摄政王，日后我楚国定会是你的归宿。你方才该不会是以为我要以那种方式给你解毒吧？怎么会？我知道燕儿医术了得，肯定有别的办法解毒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去看三皇子的大戏。你都安排好了，自然是要去看的。皇上、皇后娘娘，摄政王和楚公主就在里面。不堪入耳！皇帝也太不成体统，明明已经定亲，怎么能在这里和楚国公主？皇兄，皇兄，我和楚国公主怎么了？你们那里面的人是谁啊？哼，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摄政王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本王不在这里，应该在哪里啊？父皇、母后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为什么是你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怎么是你？哼！恭喜皇兄皇嫂喜得儿媳，恭喜皇侄抱得美人归呀！想不到你如此沉迷美色，竟还与楚国公主，简直不堪大入！哎呀，皇儿你，父皇、母后，我是被人算计的。若非主动，谁能在大把的士兵眼皮子底下将皇侄带到如此偏僻的地方？是沐凤烟害的我和三皇子。哦，那你说说我是怎样害你的？是你给我下药。我给你下药？好啊，那就让御医来看一看我下的是什么药吧。不要！哼！御医一来，必定会看出这是我楚国的迷情香。不能让人彻查此事。皇兄，若是此时赐婚，倒也成全了一段佳话；但若是任由皇侄不懂事，怕是会引起两国争端呢。不可！若是皇儿娶了敌国公主，岂不是无缘皇位？哼，皇兄正直鼎盛，册立太子之事，皇嫂急什么？皇上，臣妾绝无此意，我不要嫁给三皇子。楚公主，凡事想好了再说，别一不小心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。若子圣国的皇上皇后知道是我下药，恐怕还会连累楚国。听凭皇上吩咐。既然你如此喜欢楚国公主，朕就将楚国公主赐你为正妃。皇上，不可！皇上，皇侄还不跪下谢恩？
儿臣叩谢父皇。哼！皇上，皇儿，你别着急，母后会再去劝劝你父皇啊。皇上，你等等臣妾，皇上。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哼！你作为未来的太子，怎么能被摄政王调包？如此没用！你楚国不过是叶离爵的手下败将，你猖狂什么？好好想想你的用处。若你无用，我不建议杀了你。我要杀了你们！父皇给我培养的死士在哪？在狩猎场四周保护您。让他们去杀了沐风烟和三皇子。公主，那可是楚皇为了保护您的安全。闭嘴！他们若是不死，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今日进山狩猎，谁猎的猎物多，朕必有重赏。穆淑雪母女有消息吗？还未搜到。这京城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但一直找不到，必然是被人藏起来了。而在京城能有这般能耐的，三皇子，我就说昨晚的事情怎么这么像穆淑雪的手段？早就听闻九皇叔骑射一流，不知今日是否有幸见识一番。皇侄过誉了，本王的骑术只为杀敌，论骑射，还得是皇侄啊。那是自然。你们皇家人都是天生的政客吧？昨日的事这么丢人，今天跟个没事人似的。那是皇侄脸皮厚，哎，我可不是这样的。沐风烟，你别得意，得罪本公主的人，没有一个好下场。楚公主，虽然只是狩猎，但还是要注意一下仪容仪表啊。区区吸引野兽的药丸，还想害我？切，真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。王爷王妃，我们的人一检查后就能到。解决他们不需要那么久，你们两个捂住嘴。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这些人都是死士，一旦被抓就会服毒自尽，不必留活口。人不会说话，毒会。是楚国的尸骨散。哼，又是楚国公主。楚国公主刚才在我身上招了吸引野兽的药丸，现在又派死士来杀我，真是怕我死不掉，双管齐下呀。药丸？哼。不过呢，我已经还给他了。清风，去引开楚国公主的数位，林间野兽众多，是死是活，就看他的造化。三皇子，你自己去狩猎吧。今天不是你同我说要一起的，现在闹什么幺蛾子？我可不是你们子慎国的弱女子，不需要你跟着。谁要跟着你？不知好歹。我们走。公主，您的死士都散出去了，此刻和三皇子分开，是不是太危险？我不和三皇子分开，我的死士怎么杀他？行了，我又不是第一次狩猎，我们走。公主，您在这里等着，我去看看。
我去吸引老虎的注意力，您快跑！楚国公主遭遇老虎，快去禀报皇上！你侄子被人砍，救不救？让他吃点苦头，禁卫军马上就到。我可是紫圣国皇后嫡子，只要你们肯放过我，我可以给你们更多的钱。皇叔，你们竟然就这么看着我，差点被砍死了。平时本王就让你勤学武艺，你不听，关键时刻身份可不顶用。属下来迟，请三皇子摄政王责罚。废物！皇家狩猎场竟然混进来刺客，都该死！这楚国公主还真是够狠啊，连三皇子也杀。此等毒妇和三皇子才是绝配。皇上，楚国公主怎么样了？公主伤势过重，不仅容貌有失，怕是腿也会落下残疾。什么？请父皇收回我与楚国公主的婚事。不可！如今我朝和楚国暂时休战，若此时收回婚事，只怕楚王见爱你这般下场，一怒之下会再起战火。更何况三皇子和楚公主情投意合，做出这种事情来，肯定是要负责的。这门婚事必须继续。听从父皇安排。这儿的一切就交给你处置了。臣弟领旨。皇侄，定好婚期那一日，记得请皇叔和皇婶去喝喜酒啊。皇位一定是我的，沐凤烟也只能是我的。嫣儿，已经确定了，穆淑雪和二夫人就藏在三皇子府内。穆淑雪如此善妒，楚公主又被皇上安排到三皇子府内养病，这俩有好戏看了。三皇子都要成婚了，我们什么时候成婚啊？我本想多给你些时间来了解我，但如今的你太过瞩目，我害怕失去你。等你过几日节气后，我们便成婚，可好？这事你得等娘亲和上官爹爹回来，和他们商量。夫人还不知何时回来，我真怕这期间婚约有变，你有了更心仪之人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你可知，天下男人，除了你，没人能入得了我的法眼。好，好，我马上给夫人写婚书。喝杯温酒暖暖身子。倒是有几分相似，日后就这样打扮。淑雪听闻皇上将毁了容的楚国公主赐予您做正妻，这时候你提这个干什么？还不是你干的好事。是淑雪办事不力，淑雪只是想，若楚国公主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，楚王必会挑起战争。是啊，摄政王正好出征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若后方粮草再有个什么意外，摄政王哪还有命回来呀？还是淑雪有办法。
这件事情就交给你来办。舒雪愿为三皇子效劳，谁敢做三皇子妃，谁就得死。楚国公主，别来无恙了。你来干什么？一个连侍妾都不是的东西，一个丑八怪，竟然敢这样说我！我骂你又如何？我堂堂楚国公主，你难道还敢杀我不成？没想到啊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聪明了一回。你敢？我是楚国最受宠爱的公主，我父皇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那正好求之不得。不好啦！楚国公主旧疾复发，死了。父皇，昨夜里公主重伤不治，去了。你怎么不宣太医？儿臣当时就宣了太医，奈何公主病发突然，太医刚到，公主就已经……哎呦！皇帝，楚国公主一行人全部身亡，楚王定会大怒，这下可如何是好？既然皇侄敢让楚国公主身亡，想必早已有了应对之策了吧？儿臣，父皇，九皇叔既然能打赢楚国一次，便能打赢第二次。请九皇叔领兵出战。我看啊，倒不如绑了你这个毒害楚国公主的凶手，去平息楚王的怒火，说不定还能化解一场战争。你胡说什么？不是我下的手。那皇侄为何匆匆将楚国公主的尸身火化？皇上，不好了！楚国发起战火，边关靠起！都怪你这个糊涂东西！父皇，儿臣愿捐出全部家产，资助九皇叔征战，解救边关战士。九皇帝，你看，既然粮草已经有人解决了，那臣弟愿为此圣国打这一仗。言儿，此去征战至少1年半载，我放心不下你，清风我留给你。战场上刀剑无眼，清风不跟着你，我真的放心不下。言儿，我可不是守寡的人，你如果不保护好自己，到时候我就改嫁。别用这个来气我，我受不了。叶离绝，我等你回来娶我。等我。王爷，三皇子再不将粮草运来，我们还没被楚国打死，就先饿死了。取我令牌回去，催促三皇子。是。言儿，我一定会撑着活着回去娶你。也不知道叶离绝那边怎么样了，古代交通也不发达，早知道我跟他一起去了。王妃，大事不好了！三皇子扣押了前线粮草，王爷和士兵已经断粮3日了。什么？三皇子现在在哪？三皇子押着粮草，到今日还迟迟不出发。三皇子不发粮草，那岂不是边关告急？跟我一起去找他。三皇子，
昨日你说头晕，休息了一日，今日又说肚子不舒服，我们已经耽搁好些时日了。区区小兵也配质问我？卑职不敢，只是前方已经开战，摄政王所带的粮食怕是已经不多了。又没有饿到你们，你们急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嫣儿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三皇子，你在这里喝酒吃肉，可知前线的战士们，他们都啃上树皮了吗？一些蝼蚁而已，死了就死了。你，所以三皇子拖延押送粮草，就是逼我来见你。什么拖延？本皇子晚饭还没吃，没力气走。好，那我今天就陪三皇子用了这顿饭，再上路也不迟。还是嫣儿更加识趣。你尝尝这道菜。三皇子，现在可以走了吗？本皇子现在觉得又有些乏了，想休息了。所以三皇子刚才是在戏耍我。我怎么舍得戏耍嫣儿？想要我立马将粮草送到前线也行，只要你肯嫁。做你的春秋大梦！我看你根本就是想饿死我们王爷。三皇子，你想要什么样的美人没有？何必祸害无辜也要纠缠我？说吧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押送粮草？不，司剑剑算过，是凤女之命，天生就该嫁给未来皇帝的我。只要你点头，我立马派人送粮草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三皇子，我穆凤烟此生此世只嫁叶离绝一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走，你带我去他们放粮草的地方。清风，你在这里给我守着门。是。还好我有随身空间，否则依靠三皇子那个废物，叶离绝就真的完蛋。哼，叶离绝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来救你。王妃，你看三皇子这样拖下去可怎么办啊？走吧，我们现在就给叶离绝送粮草。就这样送？就这样送。我知道您神通广大，属下信您一次，将摄政王的安危交于您。走吧。穆大小姐呢？把她叫过来。回三皇子，穆大小姐和清风3个时辰前就已经离开了。这就走了？本皇子还没走呢。他必然还会回来。三皇子，不好了，粮仓被盗了！你说什么？本王不是要你们重兵把守吗？怎么会被盗？回三皇子，我等并未看见有人运粮草出去，只有穆大小姐和清风手空空的离开。那你解释解释，粮草怎么会不翼而飞？难道见鬼不成？三皇子，边关告急，还请三皇子立刻回城筹备粮草。难不成正是天要亡我吗？叶离绝，是我出现幻觉了吗？嫣儿怎么来了？嫣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粮草了。你怎么能一个人来战场？你一个人能带多少粮草？跟我来。
叶离觉，你看，这些够吗？嫣儿，谢谢你。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？我是谢谢你在我面前毫无保留。嫣儿，你放心，你在这里等我凯旋。叶离觉，我也谢谢你，从不多问。我们赢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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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，没想到王妃真能把粮草运来，也不知道她是用的什么办法。不该知道的事情别问。属下明白。清风，你去打点好一切，我们班师回朝。是。嫣儿，等我回去解决三皇子，我们便成婚。好。回三皇子，摄政王已于今日大胜，即刻班师回朝。什么？皇叔回来一定会杀了我的。都是你这个贱人出的馊主意！三皇子，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杀进皇宫。等您做了皇上，摄政王必然不敢拿您怎么样。你说的对。立即清点人马，随我杀入皇宫。是。穆凤烟，等我做了皇后，立马杀了你！三皇子，皇上已下令不见任何人，您带兵强行闯宫，是想造反吗？杀！三皇子，我等已将宫门全部把守。皇上，你慢点。逆子，你敢！皇儿，你这是要造反呐！母后，儿臣不登上皇位，皇叔回来一定会杀了我。那也是你咎由自取。皇帝向来忠心不二，倒是你竟有反叛之心。你太让人失望了。我身为皇后嫡子，继承皇位不是理所应当吗？只怪父皇相信皇叔，不信我。皇儿，母后知道玉玺放在哪里。你们，请皇上即刻传位于我。你休想！王爷，前方进大殿要盘查。以往回宫复命，从未有过盘查。怕是宫里出事了，你们肯定进不去。我先进去探探。万事小心。禁止携带武器入宫。搜。穆大小姐，里面请。哼，还好我在空间里放了一把匕首。嫣儿，嫣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三皇子好手段，这么快就把皇宫攻下来了。嫣儿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即刻封你为皇后。不了，皇宫太大，我怕冷。这么说，你是打算和叶离觉一块死啊？我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死？嫣儿，有话好好说。闭嘴，跟我一起去开宫门。嫣儿，叶离觉到底有什么好？
值得你这样死心塌地？挟持皇上可是死罪。就你也配当皇上？疼，嫣儿，这是你第2次离我这么近，你真香。废话少说，走。王爷，穆小姐进去这么久了还没出来，叫他们放下武器，打开宫门。快开门！走。皇上呢？你把他怎么样了？老头子不听话，自然是喂了点药。你这个无君无父的乱臣贼子，伸然得而诛之。谁杀谁还不一定呢。你刚才是假装被我挟持的。不这样，怎么能把皇叔骗出来呢？杀摄政王者，封王爵。皇侄，你不妨仔细看看，这些人到底是谁的人？你早就把他们都收买了。点兵出发前，我便料到你会搞鬼。这些人是我留在京城镇乱的，但我没想到，第一个反的居然是你。你凭什么打我？这一把是因为你延误粮草，替那些无辜枉死的士兵打的；这一把我替那对你疼爱有加的皇兄打的；这一把砸你敢冒犯我王妃。我父皇若是真疼我，为何不立我为太子？若你真心拿我当皇侄，为何产我未婚妻穆凤烟？说了800遍了，是你们退婚在先。就算没有夜离诀，我也不可能嫁给你。不，这不可能。把他拉下去，监禁在三皇子府，听候处置。摄政王，皇上被三王子下毒，昏迷不醒。快请太医！没想到我们娘娘这么快就能翻身，你日后就是宫女的妃子了。淑雪能有今日，多亏了娘亲。三皇子，怎么回事？输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输了！雪儿，既然三皇子败了，不如我们卷了府里的财钱逃走，一定不能让穆凤烟抓到我们。娘说的对。贱人，还想背叛我？你以为我是穆生明那个蠢货吗？雪儿，有你！叶离爵，我宁死，也不会向你屈服。王爷，王爷，皇上他驾崩了！什么？皇兄，我定会为你报仇的。王爷，三皇子自杀了，他死前刺死了穆二小姐与其母亲。你杀了我儿，我要杀了你！皇后纵子行凶，谋害皇上，废后打入冷宫。你敢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放开本宫！放开本宫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摄政王，皇上既然已经驾崩，需要昭告天下，章程如何呢？
这些事原是星帝做主，可皇上驾崩突然，没有任何遗诏。我不可一日无君，请摄政王登基。请摄政王登基。请摄政王登基。燕儿，你愿意与我共同治理天下吗？原主，我终于完成你的夙愿了。我愿意。拜见皇上，拜见皇上、皇后。